我当时我觉得我真想扇自己几巴掌。我觉得我真的是这10年真的是一直在坑里面爬。我是一个70后吧，今年54，我人生经历来说，经历过很多很多，个人幸福感还是很好的。像青少年时期吧，咱们这个80年那时候呢，有一波这个气功热，各种打气啊什么的。我那时候就是青少年时期嘛，血气方刚，看的电视有什么霍元甲、少林寺啊，武术的血气方刚，还很牛逼啊这种。刚好那时候呢，舅舅从部队回来，他就给我带了一本书叫气功的，哇，我开心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每天基本上就埋在那个武侠小说里面，很想学这种气功那些，拿着那个书就翻，看着哪个合适的，像什么调息、调身啊，就搬弄吧。那时候没有什么心思在读书，一天到晚就想琢磨着像武林高手。这时候呢，就练一个站桩，然后我妈呢就看着我在那里搞，她就说，哎，周围邻居好像有些人练偏差了呀，你这别瞎搞，她就很担心。那时候呢，我很奇怪，因为我学习成绩一般，也就在中流吧。这种站桩之后很奇怪，我那个成绩就啪的，就是分数一直往前涨，就连我自己觉得很神奇，感觉像开窍开挂了一样。那个站桩练了之后呢，就好像一天到晚也不用怎么睡觉，睡个3-4小时就得了。然后刷题很快刷完了，我做作业我是很快，因为我做数理化是不用草稿的嘛，我直接写答案的，然后老师就觉得很不爽，就说你这个试卷啊，你就直接把答案写上去，你到底你抄别人还是怎么着呢？然后呢就会跟我妈说，你这个你孩子要注意点啊，一天抄人家作业啥的。跟我妈说，我说这个很简单啊，就答案我就几步我就搞完了。然后这个老师就说确认了啊，考试啊严密注视，看是不是偷啊什么这抄啊啥的，没有，好像是正儿八经考出来的。因为我有一次考了年级第1吧，就让我上去介绍那个学习经验了，同学们就竖起耳朵说学习经验啥的，看有什么秘诀，说这么短时间内成绩长这么多，是肯定有什么秘诀嘛。然后我就上去介绍经验，我就说我这个也没啥，我老师布置作业就做完了，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就站桩啊，我还比划了一下。下面哄堂大笑，就觉得很搞笑，说你这个是来介绍学习经验的吗？你这个明显是来糊弄我们吧。大家的老师也不相信，同学也不相信，觉得你这个完全是常识啊，你这个可能啊，怎么可能站个桩？所以呢，我活在这个年代呢，其实咱真的是超幸福。然后呢，我就很顺利的考大学嘛，我分数很高。我填志愿，我妈就说填志愿你别瞎填啊，我们来给你参考意见啊。我说我没其他志愿，我学艺术啊，我学中医，我要研究气功。我妈说你瞎搞，你学什么气功啊？人家一大堆人出偏差的，你就别弄。然后就不让我学，结果就让我进了一家这个理工学院嘛，学那个无线电通信啊这些。当时我的分数呢，就是国内任何一家这个医学院啊都可以填的，都没问题。但是呢，我妈就不让，她说你这个不行。我这个人我是理工思维的，但学的东西就不是我兴趣的东西。4年大学就浑浑噩噩吧，但是我整个就是理工男的思维。好了，这个理工男的思维呢，就影响我后面的几十年的这种生涯。就是我毕业之后在工作呢，其实已经我忘了曾经有一段经历是很沉迷修行啊修炼，虽然深埋着那个内心的种子。到了出来工作以后，我分配到深圳嘛，深圳你知道，深圳就整钱的呀，一天到晚整钱嘛，周围人都是整钱。我也忘了深埋内心的种子，没有一个触动的话是不会发芽的。一直到了09年吧，到09年发生很多事情，我外公去世，然后呢，外公去世的时候那天晚上的一个事情呢，让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另外一个世界，有我也不为所知的一个世界。还有后边呢又发生一些事，当然这里省略了几千字吧，反正就是深埋在内心的一个种子好像有点被触动了一样。我就开始想，我这辈子难道就是挣钱吗？就这样过完这一生吗？一天到晚追求的是什么呢？这时候慢慢我就开始对这修行啊修炼，我就开始在网上找一些资料去看，反思一下人生的意义嘛。因为我从大学开始打羽毛球，很沉迷这个羽毛球，大概就是2011年的时候就受伤了，2个膝盖肿得像个馒头，就走不动。医生说你这个得做手术啊，你这个不行啊，你这个可能搞不定了。当时我做手术，我考虑一下，我觉得没必要在网上找资料嘛。找资料就发现有一个建议，就是说你跪坐在那里之后，这个慢慢你那个膝盖就能够好。我就试着跪坐，好了，
从这个找资料开始，就一大堆那种修行修炼的那种功法就呈现到眼前。晚上这么多这种修炼的东西，不是我青少年时期追求的东西吗？然后我就开始搁在角落里那一壶东西就被我端出来了，包括那些书籍啊、那些古籍啊、那些D 加的、F 加的各种各样，我就拿出来，就一个一个的就试。因为我是理工男嘛，我就喜欢做实验。当时我也不怕死，我就说人的身体就臭皮囊嘛，就拿自己的身体来试验得了。会做，我还真的把膝盖弄好了。我觉得这个折腾就可以啊，我就自己弄啊，我就自学啊。因为我从小到大，我觉得我自学能力还可以吧，我有点自信。好，就这个念头，再加上我理工男的思维，好了，这个就是一个功法。练了完之后呢，就自己挖了一个坑，把自己埋了进去。埋了进去，发现不对劲，又从这个坑里面爬出来，又换一个功法，又挖了一坑，又埋进去。就这样一个一个埋，一直到了最近几年嘛，我就有点灰心了，我就觉得可能搞不出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哪里出问题了。我找不到，因为我用那种科学研究嘛，拿自己身体去折腾嘛。结果折腾是啥呢？就是折腾一身的气机走窜啊，气机上头啊，反正就是各种不爽。气机上头，赶紧去运动去弄，弄完之后就好一点，我又不死心，又来折腾，琢磨一下又哪里出错啊？好，就这么折腾了接近10年，然后呢，直到了今年年初吧。今年年初我也觉得奇怪，我说因为身体搞不定了，要不思维上看能不能怎么整？然后我就突然金小叶老师这个文章，哇，我只看了一篇，你知道我很激动，我当时我觉得我真想扇自己几巴掌。我觉得我真的是这10年真的是一直在坑里面爬，就是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很激动，就是我当时就只看了一篇，就是当时青云老师就讲说我们这个修行就是潜意识的修行，当时就是看到这一点，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哎呀，我真的是一下子就醒悟了。原来我一直在有意识的这种路上，就是像老师说的，你一直在一个叫什么错误的方向上，就是快步如飞走入歧途啊，应该是这么讲，就是老师这么讲的，就是你快步如飞的走入歧途啊。就当时这篇文章让我真的是很想扇自己几巴掌。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我很激动，就那篇文章，当时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终于找到了方向，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去收集这个金元老师这个资料，网上各种各样资料。好了，就在过年前的这1个月呢，我就找齐了，就是能够找到了金元老师的文章，我全部找齐，我就把它打印出来，然后认认真真的阅读，然后我就反复看。看完之后不过瘾，我就买了金元老师3本书嘛。在过年期间这个放长假嘛，我就借着这个时间我就反复看，很过瘾，就是很舒服，就看那个老师讲课就是很舒服，包括身上的气机上头啊什么之类，我都基本上好像都没有事了一样，就是很舒畅的感觉，就像老师说的一种相应吧。当时还是有个坑，就是我走自学之路嘛，就是还是说能不能自学啊？但是呢，有一个触动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做了个梦之后呢，我过年期间我去香港爬那个麦理浩径，我就坐在那休息，在周围很多年轻人，就是这时候有几只花蝴蝶，它就在那里飞，它飞着就飞在我的肩膀上，它停着就不走。周围年轻人就很稀奇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今年走好运了，这个蝴蝶都跟着你都不走了呀。”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我当时有一种感觉，我就是好像，因为我看了老师的理论课，因为每一个生命里面万物都有思维的嘛，就是心物一体嘛。我觉得这个蝴蝶估计也是有一种思维，它是跟我可能是相应的。当时我有一种触动，然后呢，我回来之后我就沟通，我说怎么报这个课，我还是要亲自聆听这么伟大的清源老师直播课嘛，因为他亲自讲和那个你听的那个录播还是不一样，我就想还是值得去听一听，因为也就几千块钱，当时我就没考虑钱的问题，因为就这东西像无价之宝。当时我还没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绝对是个无价之宝。哪怕我说后边我说物界定啊什么常定啊，我就说我不入定好不好？
这辈子我就学这个理论，我觉得都值了，我就把它带走就行了，我就亲自听老师的课。然后过完年我就报名了嘛，然后3月11号就开课了。那理论课呢，反正每节课我都用心听啊。听完理论课，我发现我好像走到一个瓶颈，就是我不能再去领悟它里面更深层的东西，而必须实证。这时候禅定班就开班了嘛，就是报了这个禅定班之后，就跟着一起学。老师开课没多久，老师就说了一句说：“你只要有一口气喘着，你就得实证啊。”当时就这句话给我触动很大，我立马就买了个靠枕，我就不躺下了。我说白了，我就禅定班到现在我还没躺下睡过，但是我偷偷摸摸坐着睡啊，我是没躺下睡，我是坐着睡。哪怕我睡3个小时，我第二天都很精神，就是很精神啊！我这一天到晚我就觉得状态很好，我就没睡几个小时我都状态很好。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，我这个球技怎么样？他们那些年轻人，因为跟我打球的都小我10几20岁，他们就其实就很鄙视我的，就说拿我来练的。发现我球技好像放发了第二春一样，我状态奇好啊，真的状态奇好。我们都是难以想象50多岁的人，然后在球场上跟那个20多岁、30多岁的年轻人在那里比赛打球，一点都不差，就是很猛的那种感觉。当时我就佩服的不得了，我说这禅定班就太好。然后呢，好了，就进了这个玉界定班进了玉界定班之后，好，就在开课的第一天，老师一刚讲完这第一课，我就觉得我身上好像充满能量，我马上要去上座了。当天晚上我第一座发现我就哇，那个气机好到舒服到什么程度，就是整身全身就像泡温泉一样，哇，我就想黏在那个座上，我就黏在座上，我整晚都黏在座上，我就不想下座，我就是泡温泉一样，就是很舒服到真的是那种感觉，就是说我就说一辈子我就不入定我都可以，我就是很享受，我觉得我就这样修着我就都可以。我当时也没想入定的事了，我就这么修着我挺好。好了，到了后面第二座那个晚上一上座，这个状态就稳定下来，我就发现我这状态很稳定了。我马上就下午就写日记，写日记没写多久老师已经确认了入定了。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，我就跟大家如实的讲我这个整个实证的过程，就2周，刚好2周，那天周4嘛，就这么一个过程。咱们这个实证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实证，就按照清凉月老师的理论课原理，你卡壳之后你发现问题哪里卡壳，然后呢思考原理之后再分析问题之后呢拿出解决方案，到座上坚决的执行，坚决雷打不动的执行你的方案。所以你原理明确流程明确，你去上座就没问题了呀，所有条件准备好，结果就呈现了呀，很自然的呈现了呀。所以我很感恩我前面10年掉的坑。因为什么我很感恩我10年掉的坑呢？因为如果我前面10年我一开始我就拿到清源老师的理论课，我未必能识别出这个无价之宝。以我这个能力来讲，我是很难识别出老师这个思维本体学这么伟大的，真的10年前的吧。但是因为我掉过无数的坑嘛，为什么我会很激动？我真是很激动。我前面10年我真的没白受罪，真的很感恩这种经历。所以其实我还是幸福感满满，因为一直都是那种一直受别人馈赠的那种，就是真的很好，觉得很美好的，真的很美好。真的我真的很感恩